众所周知，石敬瑭因为把幽云16州拱手献给契丹，被世人骂了1000多年。幽云16州对于中原王朝的重要性，如果简单些描述，相当于是家里入户大门的钥匙，在自己手上安枕无忧。如果这把钥匙丢了，捡到的人居心叵测，则令人夜不能寐。石敬瑭之所以走上不归路，除了后唐末帝李从珂负有重大责任，也少不了猪队友在其中推波助澜。今天我们来重温一下这段曲折的故事。幽云16州也称燕云16州，地理位置处于今天的山西北部、河北北部，整个北京以及天津大部分地区，包括出海口。仔细看地图就会发现，长城正是沿着这一区域的边缘修建的，说明早在秦始皇时期，中原王朝就已经意识到这里的重要性。有了长城，再加上重峦叠嶂的燕山山脉、太行山脉护甲，这使得幽云16州不管在谁的手里，防守和进攻都可以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说得严重一些，这道屏障是用来衡量中原王朝是否大一统的基本标准。毕竟你作为一家之主，连大门钥匙都握在别人手里，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大一统王朝是秦、汉两朝，唐朝和明朝是否算大一统，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手握幽云16州至少是获得了提名权。而宋朝虽然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力不输汉唐，唯独因为缺失了这块版图，在讨论大一统的问题时，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在中国历史上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凡是南征，胜算都是比较大，北伐则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诸葛亮6出祁山，最终也没摸到成功的门槛。有人分析是因为中国的地势南低北高，居高临下则势如破竹。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实际放在一场决定性战役的平面图上，则未必会出现这种地势。真正的原因大致归于以下2点：一是在古时生产力有限的大条件下，由于气候水土原因，南方物产多比北方更为丰富。北方军队南征，往往可以携带较少的辎重，轻装前行，突破奇袭，沿途物资比较容易得到补充。而南方军队如想讨伐北方，越走沿路越贫瘠，则必须准备充分的粮草物资，不但行军速度大受影响，物资补给线是否通畅，也往往会影响战争的走向，所以具有先天的劣势。更大的劣势是北方大片草原在马匹的养殖上具有南方无法比拟的条件，所以骑兵规模往往比南方军队要大，两军对阵中自然更占便宜。由此可见，拥有一道天然的屏障对于中原政权来说至关重要。石敬瑭割让幽云16州的行为，等于是把北方的敌人直接请进了长城防线之内，不但把家门钥匙交了出去，连客厅都让给了别人。从此以后，中原的王朝只有躲在卧室，从门缝看着盘踞在客厅里的野蛮人，整天瑟瑟发抖。公元1127年，金朝骑兵就是从幽云16州长驱直入，一路几乎没有什么阻碍，就兵至临安城下，引发了北宋靖康之耻。随后1234年，蒙古灭金后，也是在幽云16州的中心建立元朝政权。再往远点看，连1449年明朝的土木堡之变，明朝也是因为幽云16州中的怀来被瓦剌突破，才被人家生擒了皇帝。所以若问一个人到底能闯多大的祸，看看石敬瑭这厮就可以了。回到五代十国时期，这里一开始是后唐的地盘，幽云16州有云州和幽州2个板块，所以幽云16州也分属2个节度使管辖，其中卢龙节度使管辖河北北部的11个州，大同节度使管辖山西北部的5个州，北部则是刚刚整合草原游牧部族的契丹，势力范围在幽云16州的天险沿线与后唐犬牙交错。契丹一直以来都对殷实的中原王朝地盘垂涎3尺，但多年来正是由于幽云16州的天险难破，始终无法越雷池半步。当然，卢龙节度使李绍斌有很大的功劳。李绍斌原名赵德军，唐末节度使，割据时期他是卢龙节度使刘守光的部下。
大家还记得李克用与儿子的3箭之盟吧？其中一支箭代表消灭刘仁恭，这个刘守光就是刘仁恭的儿子。公元914年，李存勖平定幽州，把刘仁恭和刘守光全部抓获处死，赵德军就投降了李存勖。李存勖看出这个人很有韬略，想拉拢他，就给他赐名为李绍斌。赵德军的养子赵延寿则迎娶李思源的女儿，和后唐政权进行更深层次的绑定，所以对契丹的入侵，李绍斌在抵抗上一直是不遗余力。公元926年后唐兵变，李存勖被杀，李思源入主洛阳，当了皇帝，开始着手整顿朝政。李绍斌虽然是李存勖提拔，但他也是李思源的亲家，所以这次朝廷易主对他基本没有影响。为了在新主面前赚表现，他主动摒弃了李存勖赐给他的名字，改回原名赵德军。李思源我们也讲过，轻易不会搞清洗那一套，所以此后10余年，赵德军一直都是卢龙节度使。之所以2代主子都让赵德军长期驻守在此，主要还是赵德军的个人能力确实突出。他多次打败契丹的进攻，保境安民的同时，又在幽州和冀州之间设立了3河县，护城犄角之势，把防区巩固得像铁桶一样。契丹数次入侵都死伤惨重，搞得皇帝耶律德光垂头丧气。当然他也没死心。公元932年，他放弃了继续进攻幽州的战略方针，把政治中心奈波搬到云州附近，准备从云州寻找突破口。在这里解释一下奈波的含义。契丹虽然定都在上京，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赤峰，但作为游牧民族，它的政治中心实际上是不固定的。奈波就是契丹语行营的意思，说穿了就是皇帝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契丹的政治中心。资治通鉴对此经过的描述是，幽州奏契丹屯奈拉伯，都史方舆纪要也说，奈拉伯在府北。后唐长兴3年，是赵德军守幽州，契丹入寇不得志，因袭黑鱼岭，南奈拉伯，寇云朔间。这2段话里提到的奈拉伯是一座天然湖泊，所在地黑鱼岭则是唐朝在云州东北部，今天大同阳高县修筑的一座小城。契丹的政治中心迁徙到这里，不仅可以牧马放羊休养生息，还能不断逼近云州这座北方军镇，更能以此为基础不断地骚扰朔、魏等州。但大同节度使张敬达也不是吃素的，他的管理能力和军事作战能力丝毫不比赵德军差。耶律德光在这里数次交战也是碰了一鼻子灰，甚至动了北迁撤回赤峰老家躺平的心思。这时历史开了个冷酷的玩笑，后唐的内斗使耶律德光的窘迫处境得到转机，原因是张敬达身为李存勖的旧部，他跟赵德军不同，缺少了皇亲国戚这层外衣的保护伞，所以李思源登基后对这个手握重兵的边疆大吏并不放心，于是派了一个绝对信任的人来大同顶替了张敬达的职务，这个人就是石敬瑭。张敬达当然有怨在心，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公元933年，李思源病重，李从容趁乱逼宫。这个故事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讲过，但有个细节没说，就是李思源在危急关头抖机灵，他见左近无兵可用，找来控鹤指挥使李崇吉说道：吾欲尔父，冒使时定天下，属托吾欲恶，从容备得合力，今乃为人所教，为此悖逆。我固知此曹不足，负大事，当护尔父，授以兵耳。我们都知道李思源有个养子叫李从珂，骁勇善战，手握重兵。李思源找来这个李崇吉是李从珂的养子，也就是李思源的干孙子。时任的控鹤指挥使就是禁军步兵部队统领。李思源可能当时确实被逼急了，所以许诺李从珂只要平定了这场叛乱，就把皇位传位给他。所以说不要随便许愿，尤其是传位这种大事，你画了这么大的饼，事后又不兑现，这事办得确实不太地道。然而李从容也实在不争气，还没等李从珂动身，他的兵变就失败了。而且这个人也缺心眼，把逼宫这种事情想成了父子间的怄气，失败就失败，我回家睡觉去了，结果刚回家就被禁军闯进王府抓获，随后被杀。李思源一看评判如此顺利，
就反悔了。临终前还是把皇位传给亲儿子李从厚，等于是摆了李从珂一道。刚登基的李从厚只有20岁，年轻稚嫩，根本镇不住场子。他任枢密使，朱鸿昭和同中书门下二品，也就是宰相冯晕为顾命大臣，把军政要务交给二人帮助打理。这两个人能力一般，水平有限，搞建设不行，却是内斗的好手。刚上任就开始一系列骚操作，《后唐闵帝纪》记载将佐之有才者，诸冯皆斥逐之。指他们为了保证自己地位稳固，凡是有才干的官员都进行排斥。随后他们又挑拨李从厚兄弟间的关系。你爹之前可是承诺让李从珂继承王位的，虽然事急从权，但万一他耿耿于怀，日后可是大患。李从厚忙问怎么应对，于是两个大聪明给皇帝出主意：陛下莫慌，臣有3条妙计可安天下。一是解除李从珂养子李崇吉的禁军统领职务；二是李从珂有个养女，现在洛阳周边出家为尼，把她招到宫里软禁作为人质；三是派李从章火速前往凤翔接管李从珂的兵权。如此高枕无忧矣。算计得不错，可惜李从珂不是扶苏，不会乖乖就范。李从厚的3板斧让他明白，这是要彻底搞死我。于是公元934年2月，李从珂在凤翔举清军策，旗号发兵洛阳，沿路宣传只要跟我出征，一律每人赏钱100缗，一缗就是1000文铜钱。100缗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由此李从珂到达洛阳时，人马已是浩浩荡荡。洛阳的李从厚也不知道他是现招的人马，趴在城头一看，差点吓尿，打开后门直接逃跑。至于之前那2个大聪明，朱鸿昭见大势已去，自己投井自杀，冯运对自己下不了手，李从珂成全了他。李从厚没逃多远，迎面撞上前来朝拜他的石敬瑭，一看这架势，心想也不用跟你逢场作戏了，让手下刘知远将李从厚的亲随屠戮殆尽。随后原地转身打道回府，他不愿意担上弑君的罪名，因此放过了李从厚。李从厚急急如丧家之犬，逃到魏州，不久后被李从珂派人找到，斩草除根。到此李嗣源的3个亲儿子全部下线。李从珂在享受胜利果实的同时，把石敬瑭当成唯一能威胁到他皇位的隐患。2人身份地位都差不多，因此成了必须清除的眼中钉。马上讨伐的话，石敬瑭对自己敬而远之，还帮忙杀掉了李从厚的随从，实在师出无名，而且也没有一击必胜的把握。刚刚登基立足未稳，最好不要兴师动众。想来想去，他决定稳住石敬瑭，再徐徐图之。他干了2件事，第一件是写信安抚石敬瑭，曰：十郎不为密卿，兼自少与吾同艰难，今我为天子，非十郎上谁托载？说你我是共患难的亲人，我现在当了皇帝，今后只有更加倚重于你了。第2件事是安排卢龙节度使赵德均暗中备战，同时任命其养子赵延寿为中武节度使，驻守潞州。随后又重新启用那个被石敬瑭替换掉的张敬达，让他屯兵代州。瓜分石敬瑭一部分兵力的同时，与赵德均和赵延寿形成3面包围之势，把石敬瑭夹在中间。是个人就能看出这是准备要收拾石敬瑭了。石敬瑭慌吗？说不慌是假的。李从珂毕竟是名正言顺的皇帝，理论上可以调动整个中原的资源，而自己只是个节度使，实力完全不在一个层级。造反打不过，不动又是等死。煎熬之下，石敬瑭采取了2个策略：一是效仿司马懿深居简出，偶尔在人前露面，也装成重病缠身活不久的样子，试图麻痹李从珂；另一方面又谎报军情，说契丹最近又有大举进犯的迹象，请朝廷速速征兵运粮。他心想，一旦粮草骗到手，你们真来打我，我就给你们来个闭门不战，日久自然生变。而且李从珂得知契丹来犯，也许会以大局为重，暂时放弃除掉自己的念头。可惜2人都是老演员，石敬瑭一撅屁股，李从珂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他给石敬瑭来个将计就计，既然你身体不好，抵御契丹的重担就不麻烦你了，你去天平当节度使，
张敬达则官复原职，接管你目前的全部人马。石敬瑭心想，好家伙，这是不装了，直接摊牌了是吧？他一时没想出主意应对，或者说他也不想再陪皇帝演戏了，所以直接来了句我不去，爱咋咋地。他身边的心腹刘知远劝他，明公久将兵，得势足心，今据形胜之地，士马精强，若称兵传檄，地业可成，奈何以一纸致书自投虎口乎？这段话的意思简略来说就是造反算了，不然早晚没命。石敬瑭犹豫道，他们哥两个不管怎么打，最后都是李家的天下，我一个外姓人，名不正言不顺。刘知远一笑，李克用河东起家，李存勖当了皇帝，你现在也是河东，冥冥之中老天早有暗示，而且李从珂是李嗣源的养子，他都可以当皇帝，你是女婿，为什么不可以？各位，刘知远这番话足可见其人野心，所以说他日后黄袍加身是出于被迫，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信的。造反这个念头就是开了闸的洪水，有人牵了头，其他手下人也开始畅所欲言。其中有个叫桑维汉的手下说，契丹素与明宗约为兄弟，今部落尽在云应攻城能推心，屈节视之，万一有急，招呼西至，何患无成？意思是我们可以联合契丹啊。石敬瑭权衡利弊，缴械肯定是没有好下场的，静观其变也约等于坐以待毙。眼下唯一的活路似乎只剩下寻找一些外力，达到可以与朝廷抗衡的实力，或许有一线生机，搞不好还能成就大业。想到这，石敬瑭精神为之一振，那就反了吧。决心下定，石敬瑭不再犹豫，他直接发出檄文，招揽河东地区的人马。镇务西北巡检使安从容等人果然前来投奔。随后石敬瑭派刘知远率小股部队悄悄出城，绕到张敬达部队背后，伺机而动，准备前后夹击。最后他让出主意的桑维汉去拜见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上表称臣的同时许下重愿，一旦事成，便将卢龙道及雁门关以北的州县全部割让给契丹。这个卢龙道及雁门关以北的州县正是这期节目的主题，幽云16州。其实这个事情截止目前还是挺不靠谱的。云州在石敬瑭这里，他献出去倒是顺手，但幽州那边还有赵德军镇守着呢，人家同意了吗？你就把饼画给契丹了。不过耶律德光似乎不在意这些细节，对他来说，觊觎多年的中原大地总算撕开了一条口子，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所以他毫不犹豫就答应出兵帮忙。当年9月，耶律德光御驾亲征，率领5万骑兵南下。由于石敬瑭已经撤了防卫，沿途没有任何阻挡长驱直入，抵达太原。张敬达不知挡在自己和契丹中间的石敬瑭叛变，兵临城下大吃一惊，仓促间应战遭遇契丹突袭，损失兵马上万，突围不成，被契丹和石敬瑭联军包围在静安乡，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南部。契丹毫不费力进入幽云16州防线以内，意味着基本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李从珂闻报大吃一惊，不过他也是久经沙场，处事不惊，决定与契丹决一死战。他马上派天雄节度使范延光统兵2万向河东进发，中武节度使赵延寿统兵2万进入潞州，卢龙节度使赵德军整顿军马救援代州的张敬达，同时向后包抄，截断耶律德光和契丹骑兵的退路。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这个战略部署其实就是之前他准备对付石敬瑭的那套策略，只不过他想的是，既然契丹也来了，就把石敬瑭和耶律德光一勺烩了。这个战略部署经过充分的深思熟虑，实际上是很成熟的。而且直到此刻，双方的实力也基本势均力敌，后唐并不存在明显的劣势，所以只要计划顺利得以实施，李从珂实际上是有机会赢的。可坏就坏在关键位置上又出现了新的叛徒，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个赵德军。这个3姓家奴因为早前有过投降李存勖的经历，在叛变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天然的适应性。准确的说，他不是叛变，而是野心膨胀。他见李从珂轻而易举就当了皇帝。石敬瑭那边反叛，没经同意，还把自己的地盘也献了出去，心想
那不如我自立山头，自己当皇帝多舒服啊。当然他也实力不够，于是也想靠契丹帮忙。于是赵德军假意按命令奔赴前线，沿途不断招兵买马，拐个弯到潞州，把养子赵延寿也劝返了。自己加上养子2个人的地盘，总比石敬瑭条件好吧。他沾沾自喜地想，没准契丹放弃石敬瑭，转而支持自己。这件事的严重性就是，继张敬达被围后，赵德军父子的叛变宣告了李从珂防御铁三角的直接崩溃。好事成双，耶律德光差点乐坏了。不过他作为天使投资人，在选择支持石敬瑭还是赵德军的问题上犯了难，于是让他们自己提条件。赵德军早想好了，若立己为帝，请即以建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时事长镇河东。意思是事成之后可以和契丹结为兄弟之国，石敬瑭继续做河东节度使，以便凉快去。石敬瑭看着赵德军，恨得牙痒痒，心里暗想，你卷你妈。于是一咬牙来了个梭哈，我除了割让幽云16州，还用中原的财富供养契丹，让契丹世世代代享受富贵。见耶律德光仍然面带犹豫之色，石敬瑭一咬牙，不仅如此，我还可以认您为父。耶律德光当夜应该是失眠了，他权衡利弊一整晚。石敬瑭的云州这边已然门户大开，16州已有5州唾手可得，说穿了已经是契丹的地盘了。反观赵德军那边，他不愿意交出辖下的11州，只愿意与我合作，想来必是权宜之计。这个地头蛇苦心经营幽州10多年，根深蒂固，将来迟早与我必有一战。我联合石敬瑭一起拿下16州，怎么想也比只拿5个州划算。更重要的，父子关系肯定比兄弟情牢固，毕竟有谁能拒绝白捡一个听话的儿子呢？耶律德光的心路历程虽然只是猜想，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天亮之时，他已下定决心投资石敬瑭。公元936年底，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改元天福。作为回报，石敬瑭签下了对赌协议，一定把幽云16州悉数奉上。此时张敬达的数万军队已被契丹围困好几个月，粮草吃光了，连马也杀光了。很多部下壮着胆子提出请求，希望张敬达率众投降。但张敬达正气凛然地说，吾受明宗及京上厚恩，为元帅而败军，其罪已大，况强敌乎？今援兵弹木至，且当嗣之。必若力尽势穷，则诸军斩我手，挟之出降，自求多福，未为晚也。意思是我没能为国平定叛乱，已经是有罪之人了，怎能罪上加罪，投降敌人呢？我希望再坚持一下，看有没有援军，到最后我也不会拉你们一起死，你们可以先杀了我，再投降邀功，但我绝不会投降。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李嗣源无比信任的女婿和爱将先后投敌，反观这个他最不信任的张敬达，却宁死都没有背叛自己的国家。不久后，副将杨光远杀死张敬达，然后带领靖安乡的剩余兵马投降契丹。耶律德光与石敬瑭合兵南下，将李从珂派来的援兵各个击破。公元936年末，石敬瑭直捣洛阳，李从珂带着传国玉玺登上玄武楼，自焚而死。这也是传国玉玺最后一次出现在史书中，从此就消失不见了。与此同时，耶律德光并没有和石敬瑭一同南下洛阳，而是留在潞州观望形势。赵德军带着养子赵延寿再次前来寻求最后的合作机会。杀伐果断的耶律德光得知石敬瑭已拿下洛阳，大事已成，便也不再客套，直接把赵德军赵延寿连同其手下亲兵人马屠戮殆尽。至此，幽云16州这片中原王朝和游牧部族必争的战略要地彻底落入契丹之手，中原王朝和游牧部族的攻守之势就此逆转。石敬瑭并不算是个复杂的人物，他的行为和思想脉络也很容易就可以清晰地理顺。当然，他卖国求荣的事情肯定没得洗，毕竟一念之差影响了中原300年的国运。如果知道自己会被后人骂1000多年，这个贪生怕死的军阀会坦然面对皇帝的清洗，甘心引颈就戮吗？历史没有如果，谁也不知道，但真实发生的
是他那个不太成熟，但尚存一丝血性的儿子施从贵。在不久之后拒绝亦步亦趋，多多少少为他这个丢脸的父亲在人格上扳回了一城。